在北极的阿拉斯加，每年村长都会鼓励大家去狩猎狼獾，一张完整的皮能卖好几百美元。艾克也正准备收拾东西去狩猎，他之前在小溪上布置了不少狼獾陷阱，特意用驯鹿头作为陷阱。很快他就发现有狼獾的足迹，陷阱也已经触发，但是并没有抓到，还把诱饵拖到河边品尝，这多少也让艾克觉得憋屈。现在也只能将陷阱重新布置一下，过几天再回来看看。艾克知道狼獾非常狡猾，需要将陷阱放到锅里煮沸，还添加云杉树枝，这样就不会出现其他气味。他就不信这样还能让他们发现，陷阱经过烹饪后已经有股云杉的味道，将其挂到树上，这样能够加深香味。他想了一晚，觉得光这样还不够诱惑，从仓库里掏出一些边角料出来，虽然上面肉并不是很多，但是也够让狼獾上头。开车到比较远的地方，很快就来到狼獾的必经之路，在这里布置陷阱事半功倍。艾克觉得大家都去狩猎驯鹿，还不没有限制狼獾的数量，这样大家以后都没驯鹿吃了。驯鹿要是能说话，肯定要口吐芬芳。保险起见，艾克又在隔壁设置个陷阱，只要他的头从这里穿过去，就会立刻收紧，将边角料扔在陷阱周围。艾克觉得这次稳了，过几天再看看。回去的时候发现狼獾的足迹多了起来，这可把他高兴坏了，立刻旁边的树上布置陷阱，连鹿腿都舍得拿去做诱饵。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这里距离木屋有点近，要是他半夜袭击，那真的是防不胜防，所以他有多放点，希望能让他们改变方向。几天后，艾克到陷阱处查看，一路上看到有不少足迹，他觉得抓到一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这边的陷阱一点用都没有。最让他生气的是，诱饵都被他吃光了，甚至还在原地留下奥利给，这可把艾迪气坏。没想到碰到这么嚣张的，他发誓一定要抓住这狡猾的家伙，又重新将陷阱布置一番。奇普一家正收拾东西到户外，趁着现在天气不错，和孩子们培养感情。他的妻子是地地道道的因纽特人，像孩子这么大的时候，已经跟着家人狩猎驯鹿。今天要知道他们如何狩猎兔子。小女儿碧罗非常高兴，她最喜欢吃兔兔了。车上位置有限，只能孩子都坐在雪橇上，有鹿皮摊在上面，坐起来还挺舒服的。奇普对于自家女儿还是挺满意的，不像城里的孩子，现在他们要用渔网围成一个防护栏，不仅可以限制兔子的行动，还能将鸟给抓下来。妻子认真指导如何抓兔子，他们觉得这实在太有趣了。奇普和妻子先把兔子赶到网那边，女儿们就在网那守株待兔，但是走了好几圈都没有兔子冒出来，这让他们有些失望，只能换个地方重新布置。奇普确信这里肯定有兔子，碧罗已经没有刚开始那么兴奋，他只希望爸妈能快点把兔子弄出来。雪地上有不少兔子的足迹，但是他们就是不出来，走了好几圈都没看到，真是抓了个寂寞。奇普倒是觉得空手而归很正常，他今天就是想告诉孩子们，不是每一次狩猎都会成功，失败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。孩子们可听不懂这些，只想快到回家吃顿好的。安迪也在培养自家孩子，这是年纪最小的一只二哈。杰克还没有拖过雪橇，试着训练他跟队伍一起去溜达。凯迪不大放心，这次要跟着安迪一起出去。狗子们知道要出去溜达，非常高兴，杰克就跟在背后。年轻的狗子更加有活力，时常做出让安迪头疼的举动。杰克突然往前面队伍凑近，幸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，不过也把凯迪吓得不行。安迪也不知道他刚刚怎么了，不过经过训练过后，杰克已经不会到处乱跑，只要再多训练几次，他就可以尝试进入队伍。希望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。不过现在还有一件事让他觉得头疼。长大后的二哈要离开房子的温暖，到外面和兄弟们一起生活。现在安迪要给杰克盖个新家，挑选材质较好的木板搭建房子。安迪以后不算再多养一条，所以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做狗窝。他做起来特别用心，房子的名牌都是凯迪亲手制作。他还挺不舍得孩子出去，希望他能习惯外面的生活。杰克对于自己的新窝非常好奇，不停地在这里打量。很快这房子就完成了，凯迪亲自给他套上链子。这还是杰克第一次在外面过夜，他不断安抚鼓励。然而杰克眼中只有鱼干，生怕凯迪把鱼抢走，果然都白担心了。凯迪只希望他晚上会钻进房子里。苏大妈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糟糕的日子，营地里的燃料已经不多了，每天还得开着车到外面铲雪，主要是给飞机弄条道，这样别人送燃料过来也安全点。刚弄完就准备来场暴风雪，真是铲了个寂寞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燃料能送来。本来暴风雪就有够闹心的，飞机那边又说出现故障，需要时间修复。好消息，5天后燃料就能送来。
坏消息是营地燃料只够用3天，这可把大妈愁坏了，只能请求他们提前送过来。为了确保飞机能安全着陆，苏大妈将大部分的燃料都留给车用，营地里的电也不要了，按最低效率开暖气。她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用，每天都在询问飞机能不能来。幸好那边答应在暴风雪来之前会送过来，这让苏大妈高兴坏了，立刻开车到外面清理通道。不过要时刻留意里面的燃料，她可不想停在一个尴尬的位置。飞机如期来到营地，现在到处白茫茫一片，飞机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找到通道，苏大妈只能在下面待着。飞机在空中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等雾稍微退散一点，驾驶员终于看到那通道，飞机稳稳地降落到下方。苏大妈看到燃料到了，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